端午节快到了，如果你去翻翻老祖宗留下来的农民历，就会发现，在古人的眼里，农历5月根本不是什么好日子，它被称为毒月，而5月初5端午节这天更是毒日。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很多人在家里处理琐事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一股无名火，甚至连呼吸都觉得胸口闷闷的，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你可能以为自己只是最近太累了，气色才会这么暗沉，但在老祖宗的眼里，现在的你其实是被农历5月的毒气给困住了。别担心，天地万物相生相克，既然有最毒的日子，天地间就一定有最强的解药。今天的内容，我会为你揭开端午节吉阳之水背后的佛法智慧。看完之后，你会懂得如何借用1年之中阳气最鼎盛的那一刻，做一个简单的日常仪式。这不仅能帮你拔除身体的寒湿，更能解开你心里的结，在家中为自己和家人布下百邪不侵的强大保护罩，让整个家宅逢凶化吉，越住越安康。而且这份解药，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是天地宇宙给我们最平等、最慈悲的馈赠。这份解药就是端午节正中午的午时水。1年有365天，每一天都有午时，但是只有在端午节这一天的午时，也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打下来的水，才配得上被称为午时水。古人又把它叫做吉阳水，或者是龙水。根据老祖宗传下来的说法，这午时水特别纯净，放着很久都不会坏。古代的医者一定要用这午时水来熬药，认为只有借用这纯阳之水，才能吞解一切的阴毒之气。你可能会想，一杯普普通通的水，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其实，这午时水里藏着的不仅仅是天地吉阳的能量，它更藏着我们老祖宗借物调心的顶级智慧，也藏着佛法里用般若智慧斩断无明烦恼的深刻哲理。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一定要是端午节的正中午呢？在我们传统的阴阳五行里，端午节的午时是全年之中阳气最鼎盛、最饱满的一刻。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太阳就像是宇宙天地间的一团纯阳之火，它能驱散所有的阴霾，烧尽一切的污垢。所以古代的铸剑大师会特地选在这个时辰打水，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用这吸收了天地吉阳能量的水来淬火，才能锻造出真正削铁如泥、百邪不侵的宝剑。而古代的铜匠也会用午时水来打磨明镜，认为这样磨出来的镜子能照出妖魔鬼怪的原形。这听起来很像神话传说，对吧？但其实，如果我们用佛法的智慧来看，这里面藏着极其深刻的隐喻。佛家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剑，也有一面镜子，那把剑叫做般若智慧，它可以斩断我们生活中一切的烦恼、纠结和无明，而那面镜子叫做本觉真心，它可以清清楚楚地照见这个世界的本质，让我们不再为了得不到的东西而痛苦。可是，为什么我们现代人明明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心里却总是觉得苦，总是觉得累呢？那是因为我们心里的那把智慧剑生锈了，我们心里的那面明镜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生活中的各种攀比，朋友的尔虞我诈，对未来的无明焦虑，这些就是佛法里说的贪嗔痴，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阴毒。这些阴毒之气把我们原本清澈的内心搅得像一滩浑浊的泥水。说到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禅门里的小故事。在古代，有一位老禅师带着一个小沙弥
在深山里修行。有一年的农历5月，天气异常的闷热，就是我们说的毒月，连日的高温，加上山里各种蚊虫的叮咬，让小沙弥的心里非常烦躁。有一天正中午，老禅师让小沙弥去山下的井里打一桶水上来。小沙弥顶着大太阳，满头大汗地跑到井边。因为心里烦躁，他打水的动作特别粗鲁，水桶在井底撞来撞去，把井底的泥沙全都搅和了起来。等他把水提回寺庙，整桶水都是浑浊的，根本没办法喝。小沙弥气呼呼地抱怨说：“师父，这天气太热了，连井水都在跟我们作对，这水这么浊，这日子要怎么过啊？”老禅师看着那桶浑浊的水，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只是指了指旁边的阴凉处，示意小沙弥把水桶放下，然后让他坐下来休息。时间1分1秒的过去，外面的太阳依然很大，天气依然很热。大约过了1个时辰，老禅师让小沙弥再去看那桶水。小沙弥惊讶地发现，刚刚那桶浑浊不堪的泥水，现在竟然变得清澈见底，所有的泥沙都已经安安静静地沉淀到了桶底。老禅师这才开口说：“孩子，天气热，有蚊虫，那是外在的毒，可是你心里的烦躁，才是真正搅浊这桶水的无明啊！水本来就是清澈的，泥沙再多，也改变不了水清澈的本性。只要你愿意停下来，不去搅动它，给自己一点时间，水自然就会恢复原来的清明。这桶静下来的水，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午时水。它之所以被称为极阳之水，耐久不坏，不仅仅是因为它吸收了太阳的能量，更是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份永远不会被污染的自信光明。外面的世界再毒再复杂，别人的眼光再怎么苛刻，那都是外在的泥沙。只要你的心不跟着转，只要你懂得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你身上的那股阳气，那份纯洁的光明，自然就会升起。所以端午节的这杯午时水，它不是迷信，它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把钥匙，它是要借由这杯看得见的水，来唤醒我们心里那杯看不见的清净之水。既然这杯水这么重要，那我们这些每天忙忙碌碌住在公寓大楼里的现代人，又该怎么去接这杯水呢？是不是一定要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寻找山泉水呢？古人打午时水规矩非常讲究，要在端午节当天的午时，也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整这2个小时之内，亲自走到村口的古井边，或者跋山涉水去深山里寻找最清澈的山泉水。因为古人相信，这个时辰的井水和泉水吸收了天地间最纯粹的阳气，甚至传说苍龙星宿会在这个时候降临人间。井水里充满了龙的精华，所以这水也叫做龙水。听到这里，我们现代人可能会叹一口气，我们现在住在钢筋水泥的大楼里，打开水龙头，只有冰冷的自来水，哪来的古井，哪来的山泉？难道我们这些都市人就没有福分得到这极阳之水的庇佑了吗？当然不是的。佛家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万法唯心造，外在的形式只是帮助我们修心的工具。只要你的心念是诚恳的，只要你的心是定的，一杯普普通通的自来水也能变成洗涤烦恼的甘露。在现代社会，我们制作午时水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在端午节这天的正中午，也就是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拿一个干净的容器，最好是透明的玻璃瓶或者是质朴的陶罐，打开水龙头，接一盆干净的自来水。如果你讲究一点，也可以用买来的矿泉水，
然后端着这盆水走到你的阳台，或者放在阳光可以直射进来的窗台边，让这杯水在正午的烈日下好好的晒上2个小时，最少也要晒个半个小时以上，让它跟大自然、跟强大的太阳有最充分的接触。如果你准备把这水拿来喝，记得接水之后先用瓦斯炉烧开，放凉了再拿去晒太阳。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把水拿去晒太阳吗？这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呢？其实啊，做午时水最核心的秘诀，从来都不只是那杯水，而是你在做这件事的当下。这在佛学里有一个很深刻的词，叫做借假修真。什么是借假修真？这杯水是物质，是假的，可是借由晒水、接水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动作，我们修炼的是我们内在那个看不见的清净的真心。我来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认识一位母亲，她就像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那种现代女性，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是替孩子准备早餐，操心先生的工作，还要应付自己职场上的一堆烂摊子。她的脑袋里永远有一张划不完的待办清单，长期的焦虑和压力让她整个人就像一颗紧绷的气球，稍微碰一下就会爆炸。家里的气氛也常常因为她控制不住的脾气变得充满火药味。她自己也觉得很痛苦，觉得每天都活在巨大的内耗里。去年的端午节，她听了我的建议，决定在家里试着做一次午时水。正中午12点的时候，她刻意放下手机，关掉电视，也不管厨房里还有没洗的碗盘。她拿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碗，装满了水，小心翼翼地端到了阳台上。那天夏天的阳光很烈，很刺眼。她把水盆放下，原本打算转身逃回冷气房里，但不知道为什么，当她看着水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时候，她突然停下了脚步。阳光穿透那盆清澈的水，在阳台的地板上折射出波光粼粼的影子。水面偶尔被微风吹过，泛起一点点涟漪，然后又慢慢的恢复平静。在那个当下，周围的车水马龙好像都消失了。他就这样静静地站在阳台上，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那盆水，看了整整20分钟。事后他告诉我，那是他这几年来心里最安静、最轻松的一刻。他看着那盆水，突然间就顿悟了。他发现自己这大半辈子就像是在滚水里煮着的青蛙，每天都在沸腾，每天都在翻滚，从来没有给自己一刻沉淀的时间。他总以为自己是在为这个家付出，但其实他只是把自己的焦虑、恐惧和执念不断地投射给身边最亲爱的人。他心里全是浑浊的泥沙，又怎么能给家人带来清凉呢？当他安静下来，看着阳光照进水里的那一刻，他感觉到那束温暖的阳光也直接照进了他积满灰尘的心底。这就是老祖宗说的借物调心，水静则见明，心静则生慧。当你在端午节的正中午愿意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放下世俗的牵绊，走到阳光下，专心地为自己接一杯水，对着天地默默地在心里说一句感恩，说明你取水的用途。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最好的自我疗愈。你在晒水，其实是大自然在帮你晒心。这杯水吸收了天地的正气，而你的心也因为这短暂的停顿，找回了原本的清静与从容。当这杯吸收了天地极阳之气的午时水做好了，我们该怎么用呢？很多人以为午时水就只能拿来喝，其实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这杯水最大的功用是拿来洗
洗去身体的寒湿，洗净家里的晦气，更重要的是洗涤我们心里的阴霾。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50水的4个日常妙用。这4个方法都不需要花什么钱，你看完内容之后，马上就可以在自己家里跟着做。第一个妙用是洗脸擦身，焕发容光。古人有一句话说，身染纯阳，百邪不侵。在端午节这天，你可以倒一点50水在手心里，轻轻地拍打你的面部、颈部，还有你的四肢。这绝对不是一次普通的洗脸，而是一场充满觉知的神圣仪式。我见过很多现代的女性，明明年纪不大，保养品也买得很贵，但是气色就是很暗沉，整个人看起来没有光彩。佛家说，相由心生，很多时候你的脸色不好，不是因为你的皮肤变差了，而是因为你的心里装了太多沉重的事情，是对过去某段感情的放不下，是对某个伤害过你的人的怨恨，或者是对生活现状的深深无力感。这些负面的情绪就是一种阴毒之气，它会让你的眉头深锁，让你的眼神失去光芒。当你用50水洗脸的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这杯充满阳光能量的水正在洗去你脸上积攒的晦气。你每一次的拍打都在告诉自己，我愿意放下过去的执念，我愿意原谅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当你心里觉得轻了，放下了，你脸上的那股郁结之气自然就散了，整个人就会透出一种由内而外的亮光。第二个妙用是净宅辟邪，家宅安康。俗话说，宅静人安，福气自来。我们很多人的家里其实是缺乏流动的，家人之间沟通不良，常常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吵架，家里总是充斥着一股火药味，这股火药味就是家里的毒气。你可以把50水装进一个喷雾瓶里，如果能买到端午节时令的艾草或者菖蒲叶，就放一点进去，然后从屋子的最里面开始往外喷洒，特别是那些阴暗的角落、玄关还有大门口。民俗上说，这样做可以扫除晦气，镇宅辟邪。但其实你转念想一想，当你拿着这瓶带着草药香的50水，认真的在家里每一个角落喷洒，打扫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是在重新梳理这个家的气场。你在清理角落灰尘的同时，也是在清理家人之间日积月累的隔阂与心结。当屋子被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艾草香，家人的心情自然就会跟着放松下来，心静了，家就安了。这才是真正的净宅辟邪。第三个妙用是泡脚驱寒，引阳气回归。老一辈的人常说，端午洗个药水澡，一年四季疮疤少，这叫做洗百病。这也是很多南部老人家常说的习俗。我们现代人夏天几乎24小时都待在冷气房里，喜欢喝冰水，吃生冷的食物，很多人的体质都是虚寒的，常年手脚冰冷。这不仅仅是身体的寒湿，这更代表着你生命里的热情和动力正在慢慢的流失。50水最好的养生用法就是加上艾草一起煮开，放温了之后拿来泡脚或者泡澡。艾草在传统中医里被称为纯阳之草，端午节的艾草加上正中午的极阳之水，这是天地间最强大的两股纯阳之气结合在一起，特别适合那些体质虚寒、容易疲劳、怕冷的人。当你把双脚泡进温热的艾草水里，你会感觉到一股暖流从你的脚底慢慢的升腾起来，流经你的小腿、大腿，最后温暖你的全身。你泡这一次脚，比你吃再多昂贵的补品都还要直接、有效，
因为这是借用天地极阳的力量，帮你把深藏在体内的寒湿和阴毒给逼出来，阳气升起来了，你整个人就暖和了，对生活的热情也就回来了。第4个妙用是布置招财水，转化气场。在民间的习俗里，午时水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用法，就是用来招财。做法很简单，你取一点午时水，里面加一点点粗盐，然后放进总共168元的铜板，放在瓦斯炉上煮沸，放凉之后，装在一个漂亮的玻璃瓶里，摆在你家客厅的财位，通常是大门进来的斜对角。老人家说，这寓意着财源如水，生生不息。很多人可能会笑说，这也太迷信了吧，摆瓶水就能发财吗？佛家常说因果，福报是修来的，不是求来的。我们摆这瓶招财水，当然不是指望天上会掉下黄金，但是水主财，阳主生，水的流动性可以带动家里的气场流转。更重要的是，当你满怀希望的、认真的为自己布置这个财位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心里给自己种下了一个正向的种子。你是在提醒自己，我要保持和气生财的心态，我要珍惜现在拥有的财富，我要用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未来的机会。心念到了，行动自然就会跟着改变。当你带着感恩和珍惜的心去工作，去待人接物，你的磁场就会吸引来贵人，吸引来好运。这才是招财水背后真正不变的法则。所以你看，这杯端午节的午时水，它喜的、静的、驱散的、吸引的，其实全部都是我们的心。除了这杯充满觉知的午时水，端午节里还有太多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习俗。这些习俗里其实都藏着佛法教我们安顿身心的智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走过了大半辈子，有了点年纪的人来说，这份智慧更是我们晚年生活的一帖良药。就拿包粽子这件事来说吧，每到农历5月前夕，走进传统的菜市场，到处都是卖粽叶、卖长糯米、卖咸蛋黄和干香菇的摊贩。我们很多做长辈的早早就开始忙碌，洗粽叶、泡糯米、卤3层肉，站在闷热的厨房里，汗流浃背，一站就是大半天。图的是什么？还不是盼着过节的时候，在外地打拼的儿女能回来，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上一口家里的味道。我们总觉得外面的东西再好吃，也比不上妈妈亲手包的这一颗肉粽。可是啊，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好不容易遇到连假，只想在家里好好睡一觉，或者想跟朋友出去走走，常常一通电话打来，说：妈，我今年端午节太累了，不回去了，你们自己吃吧。这通电话一挂，你的心里是什么滋味？是不是觉得好失落，好委屈？看着厨房里那一大锅煮好的粽子，突然间眼眶就红了，心里升起了一股无名火，觉得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孩子却一点都不体贴，连回来吃顿饭的时间都不肯给。这股怨气，这份委屈，其实就是佛法里说的嗔、心、语、执着。我们把爱变成了一种捆绑。你仔细看看手里的粽子，那根细细的棉绳把粽叶和糯米绑得紧紧的，绑得密不透风。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也常常用这根叫做牵挂的绳子，把孩子、把这个家绑得太紧了呢？佛法教我们放下，放下不是叫你不要去爱孩子，而是要你学会解绑。孩子长大了，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和无奈，他们不回来，不是不爱你，只是他们真的也累了，也需要喘息的空间。我们把粽子冰在冷冻库里，装进纸箱寄给他们。
把这份妈妈的祝福送出去就好，千万不要让这颗香喷喷的肉粽变成了勒索亲情的筹码。当你懂得把心里的那根绳子松开，不去强求他们一定要承欢膝下，你会发现，你不只放过了孩子，你更是放过了你自己，心里的结解开了。这端午节的粽子吃起来才会真正有滋味，吃得心安理得。再来说说挂艾草和菖蒲吧。端午节这天早上，你去巷弄里走一圈，家家户户的铁门上都挂着一束翠绿的艾草和菖蒲。老一辈的人说，菖蒲的叶子长得像一把剑，艾草的气味能驱邪，把它们挂在门口，那些毒虫晦气就进不来了。我们对这个家的物理空间保护得无微不至，连一只蚊子都不想放进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对自己的心门却常常是不设防的。佛家说，我们人有六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就是我们心灵的六扇大门。我们到了这个年纪，生活圈子慢慢变小了。你每天去公园散步，或者跟左邻右舍在手机群组里聊天，听到别人家的儿子又升了主管，别人家的媳妇又生了个胖孙子，或者是谁家最近又买了新房子，你的耳朵听进去了，心里就开始比较。哎呀，我那个儿子怎么还在基层领死薪水？我那个媳妇怎么肚子还没动静？这一比较，焦虑就来了，嫉妒就来了，烦恼就像看不见的毒虫一样，悄悄爬进了你的心里。又或者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免不了要说说张家长李家短，谁跟婆婆吵架了，谁的先生不顾家了，你跟着附和，跟着抱怨。这些负面的言语就是最毒的瘴气，把你的心熏得乌烟瘴气。我们明明知道端午节要在门口挂艾草来挡毒虫，为什么却任由这些心里的毒虫每天在我们的脑海里钻来钻去，咬得我们千疮百孔呢？真正的修行，就是在你的心门上也挂上一把无形的智慧之剑。当别人在群组里炫耀的时候，你在心里默默祝福，不随波逐流。当别人在抱怨说是非的时候，你微微一笑，不跟着起哄，甚至悄悄地退出群组。这在佛法里叫做善护念。看好自己的心门，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把那些会让你起烦恼的攀比、嫉妒和是非全部挡在门外，你的心才能像一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屋子，住得安稳，住得清凉。还有一个我们做长辈最喜欢的习俗，就是给孙子孙女准备香包。不管是去菜市场挑选的，还是自己戴着老花眼镜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里面装满了檀香、丁香、藿香这些中药材，我们把它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希望这些天然的香气能保佑孩子平平安安，不受邪祟侵扰。闻着香包散发出来的淡淡香气，我们的心也会跟着安静下来。但是在佛教里，有一种香比这些中药材的香气还要强大千万倍，还要历久弥新。这种香叫做戒定真香。什么是戒定真香？它不是你花大钱去庙里买的最贵的沉香，而是你这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散发出来的品德与善意。我们走到人生下半场，身体的零件难免开始退化，遇到梅雨季节，膝盖会酸痛，看报纸的时候眼睛会盲，血压和血糖也总是上上下下。很多人为此感到非常恐慌，整天在群组里转发各种偏方和养生文章，到处寻医问药，生怕自己生病拖累了儿女。保养身体当然很重要，但是老菩萨们，我们最大的护身符其实是你自己的善业。
当你帮忙带孙子的时候，对年轻人的教养方式多一点包容，少一点唠叨。告诉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当你对待陪伴了半辈子的老伴，多一点体贴，少一点挑剔。当你去传统市场买菜的时候，对着辛苦卖菜的小贩说一声谢谢，不为了1块2块钱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你做的这些微小的善举，不起眼的包容，就是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子孙缝制一个看不见的福报香包。这份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慈悲与祥和，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保护罩。你走到哪里，都会有善缘相随。你会发现，年纪越大，你的面相越慈祥，身边的人越喜欢靠近你。心宽了，身体的病痛也就跟着轻了。这才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百邪不侵。说到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当地的小故事。住在台北的林阿嬷，每到端午节前夕，都会去家附近的传统市场买包粽子的料。那天的天气特别闷热，市场里人挤人，每个人都满身大汗，空气里充满了烦躁的毒气。林阿嬷在一个摊位前排队，等着买新鲜的黑猪肉。就在快轮到她的时候，突然有个骑着机车满脸焦急的年轻妈妈插了进来，大声地喊着老板先切给她，因为机车踏板上的小婴儿正热得哇哇大哭。林阿嬷的直觉反应是心里的那股无名火瞬间就要窜上来了。懂不懂规矩啊？我都排多久了？这股火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嗔心。但就在要开口骂人的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佛法里说的善护念。他深吸了一口气，看着那个急得满头大汗的年轻妈妈和哭闹的孩子，心里的火突然就灭了。他拍了拍年轻妈妈的肩膀，温和地说：没关系，你先买，小孩子热不得，赶快买完带孩子回家吹冷气。那个年轻妈妈愣了一下，连声向林阿嬷道谢，眼眶都红了。旁边的猪肉摊老板看了，也竖起大拇指。后来不仅切了最漂亮的3层肉给林阿嬷，还额外送了她2根大骨头熬汤。那天，林阿嬷提着菜篮走回家的路上，虽然头顶着大太阳，但她却觉得心里吹过了一阵清凉的微风。你看，在这个故事里，林阿嬷没有挂艾草，也没有喝午时水，但是她用自己的包容和转念，在那个闷热烦躁的市场里，为自己，也为那个年轻妈妈下了一场清凉的甘露。那份从心底散发出来的善意，不就是最好、最香的福报香包吗？除了香包和艾草，我们老一辈过端午，还有一个全家期待的重头戏——正中午立蛋。民间传说，端午正午阳气最重，平时站不稳的生鸡蛋，在此刻只要有耐心，就能稳稳立住。立住这颗蛋，就象征着立住了一整年的好运。但立蛋背后，其实也藏着佛家教我们看待亲情、与自己和解的甚深智慧。我想跟你分享高雄陈阿公的故事。陈阿公是位退休老师，性格严谨。儿子成家后，他把这种完美主义转移到了子孙身上，总觉得儿子管教孙子的方法不对。看儿子放假只会滑手机，他更是恼火。久而久之，父子一见面就容易起摩擦，家里气氛紧绷。前年端午，儿子带小孙子回来，正午12点，陈阿公兴致勃勃地拿出土鸡蛋，教孙子在客厅地板上立蛋，用手指捏住两端，眼睛盯住地面，一点点往下压。可是孙子力气不够，也没耐心，试了几次，鸡蛋总是滚倒在地。不到10分钟，孙子喊着好无聊，跑去看卡通了。看着跑开的孙子和滑手机的儿子，陈阿公无名火起。他气孩子没定性，更气儿子不管教。他赌气坐在地上，
非要把蛋立起来不可。可是越心急，手越抖，他死死捏着鸡蛋，指关节泛白，拼命想控制重心，硬要把蛋按在地上。只听啪一声脆响，用力过猛，鸡蛋被捏破了，黏糊糊的蛋液流了一地。看着满地狼藉，陈阿公愣住了，一股深深的挫败感涌上心头。他只想借过节讨个好彩头，为什么弄得一团糟？这时他想起前几天老和尚开示的一句话：世间万物皆有其自身的因缘与重力，修行修的是中道。太紧了弦会断，太松了弹不出声音，不偏不倚，随顺因缘才是大智慧。其看着碎蛋壳，陈阿公恍然大悟，他发现自己对待子孙就像立这颗鸡蛋，太想要去控制了，总以为抓得够紧，家里就会圆满，但充满控制欲的执着反而压碎了亲情。佛家说，这是我执，是烦恼的根源。深吸一口气后，他把地板擦净，重新拿了一颗完好的鸡蛋。这一次他没有再紧紧捏着，他盘腿坐下，肩膀放松，用2根手指轻轻扶着鸡蛋两侧，不再死盯地面，也不强求必须立在最中间。他静下心去感受鸡蛋自身的重心和来自大地的微小引力。当他不再用蛮力强求，而是温柔支撑时，奇妙的事发生了。手指轻轻松开，鸡蛋稳稳当地立在了地板上。一旁的儿子悄悄放下手机，走过来搭着他的肩膀说：爸，好厉害，您立起来了。那一刻，陈阿公眼眶湿润，心里的结彻底解开了。各位老菩萨们，这就叫中道。我们大半辈子为儿女操心，想用经验去扶着他们，但孩子长大了，有着自己的生命轨迹和重心，捏得太紧，伤了他们，更累了自己。真正有智慧的爱，是轻轻扶着，慢慢放手，收回掌控欲。每一个生命都会在天地间找到它的平衡点。端午立蛋，立的是不偏不倚，随顺因缘的平常心，懂得了放手的智慧，未来的每一天都能稳稳当当，圆满自在。所以你看，这端午节的每一个习俗，从包粽子、挂艾草、带香包到立蛋，表面上我们是在过节，骨子里全都是老祖宗在教我们怎么过心。生活中的烦恼就像5月的梅雨季一样，总是绵绵不断，让人觉得闷热潮湿。但只要我们懂得用佛法的智慧去转念，在每一个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里，都能找到修行的契机。当你解开了心里的结，守住了心里的门，修出了心里的香，这个时候你再去体会那杯午时水带给你的清净与能量，它的功效就会被放大1000万倍。其实说了这么多端午节的习俗与午时水，我最想告诉你的是，水再神奇，它终究只是外在的依靠。端午的这杯纯阳水，只是老祖宗借用天地的太阳来给我们一个温柔的提醒。它在提醒我们，你身体里的那个太阳，你心里的那份光明，是不是已经被生活的琐碎遮蔽，很久没有拿出来晒一晒了？我们现代人总是在向外寻求安慰，寻找最好的保养品，买最贵的补品，以为这样就能补足身体的虚耗。但其实世界上最大的补，从来不是吃进肚子里的东西，而是添补。什么是添补？就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借大自然的能量来滋养我们疲惫的身心。端午节这一天，你为自己做一杯午时水，不是用来许愿发财，也不是为了祈求什么不切实际的奇迹，你是要在这接水晒水的过程中，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
我也需要像这杯水一样，被温暖的阳光照耀，被清净的正气充满。哪怕今年的端午节，你因为工作太忙，要照顾小孩，真的抽不出时间去接水，去曝晒，那也没有关系，千万不要因此又升起了烦恼。只要在正午阳光最烈的时候，你愿意停下手边的工作，走到窗边，让温暖的阳光洒在你的后背上，轻轻地闭上眼睛，做一个深深的呼吸，哪怕只是1分钟就好，把心里的委屈、焦虑和内耗，随着呼出去的气，通通交给天地，把大自然纯阳的正气，随着吸进来的气，一点一滴地安放到心底。这也是一场最好、最灵验的补阳仪式。1周后，你再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气色、睡眠和精神，一定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佛法常说，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愿你从这个端午节开始，不再做一个在滚水里煎熬、不断内耗的人。愿你能找回心里的那片清凉，让阳光驱散所有的阴霾。相聚即是缘分。在这个充满纯阳正气、适合转念的日子里，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在留言区为自己或是为你最牵挂的家人留下一句美好的祝福与善言。你可以写下愿家宅安康，岁岁平安，或者是简单的一句愿心生欢喜，无名退散。当我们1000个人、10000个人都在这里留下慈悲的善念，这个留言区就会汇聚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磁场。这股温暖的力量不仅会回向给你自己，也会疗愈每一个看到这些文字的有缘人。如果今天的这杯午时水与老祖宗的智慧也为你的心带来了一丝清凉与平静，欢迎你轻点关注这个频道，与我们结下一份长久的善缘。未来我会继续在这里用佛法的温暖与慈悲，陪你一起走过生活的每一段路。感恩你的陪伴，愿你心中有光，步步生莲。我们下期再见。